灭城池，统一国民。黄宇，你万死难赎。那天化灵为强，你这么打，只会把自己耗死。而没有人是我们的主宰。我不会一统八域，取得无上造化，飞天赤火，火炙。3000周天才大战就要开始，但是10号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一种蛊火，这让祁道陵十分不满，斥责了他一顿，甚至决定从操就业将大赤天火给夺来。然而却被10号给直接拒绝了。他相信不需要蛊火，他也一样可以崛起。而此时的天仙书院也是热闹异常，不断有访客前来论道，相互切磋。在此期间，他们也提起草原山神的传说，于是，一群人便不知死活的去寻找。等到接近的时候，才发现是10号在驮着山狂奔，新仇旧恨令他们当场就出言嘲笑起来，这让原本就很烦闷的10号当即暴走，古文闪耀直接冲了上去，才一交手，便有人被直接拍飞，浑身都是裂痕，鲜血淋淋。庆幸的是10号并没有取他性命，但是等到他知道其中既然还有天人族的人，10号出手就变得更加凶猛了起来，吓得众多天才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。而此时天人族的昆莫还满脸笑意的在与凤舞吹牛，便听见书院大门处传来诸多骚乱之声。等到他得知族中弟子被打成重伤，还是一群人给抬回来的时候，昆莫就再也笑不出来了，阴沉着脸从受伤弟子口中得到10号的位置，便气势汹汹地带着众人一同前往。一路上看着山门破败的景象，昆莫更是怒火填膺，堂堂天人族竟被如此一个破败门派给欺辱了，今日之事若传出去就是一场笑话。暴怒的他来到山门前，叫嚣不已，殷殷狂吠。没多久，10号就黑着一张脸出现，看着对方如同圣使降临，高高在上的模样。本就心情不爽的他，二话不说直接动手，唯一动天将对方给禁锢，难以动弹，身上更是有着一股滔天的血气散发，如一头史前巨兽出闸般勇猛无敌，将昆莫当成个稻草人一顿暴摔，给打得不成人形，趴在山门前不能动弹。这一幕直接将各教天才给吓得傻眼，一个个张口结舌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昆莫还是不知悔改，嚣张的不断说着自己来自天人族。10号直呼好家伙，还真有人不怕死，该族居然还有人来此嘚瑟找他麻烦。挥手间一道电弧落下，进入昆莫体内，竟是直接将他一身道行给废掉了，并扬言打的就是天人族。别说是他，就是6阶全都来了也照做不误。所有人都惊觉这很不对头，这人太邪了，竟敢当场叫板天人族。然而事已至此，他们再也无人敢出手。各教弟子面面相觑，最后沿着原路下山。等到山门清静下来后，10号再一次找到了祁道陵，准备跟对方坦白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想去平掉天人族在外的神况，却又担心为道场招来横祸，所以先跟祁道陵报备一下。但是祁道陵早就知道了10号的身份，并且就是因此才将他带到至尊道场的。接着还嚣张地表示他直接前去便是，但是10号却并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秘密去了一趟天仙书院，从青衣那得到很多天人族神矿的资料，辨别了个大教的势力范围后，才向着目标前进。数个时辰后，他便来到了天人族神矿的区域，但是他却并未着急动手，反倒是从一地转向另一地，将其中2座最出名的神矿都看了个遍。而这也让他发现了意外的惊喜，他已重瞳看到了其中一座神矿，正有着一丝道气样出，显得很不一般，并且看着一般的古矿其实守护严密，光是真神就足足有10位，这也让10号来了兴趣，密切注视着这里。最终他发现在这座神矿中有着一颗奇石，并且通过真神他们的谈话，猜测这奇石很有可能是一颗仙种，若是得到足以借此实现完美进化。这瞬间就让10号改变了主意，暂时收起进攻天人族矿区的决定，准备想办法先进入这座古矿中，因为若无意外的话，这将是一场天大的造化。